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点击这段影片，我是小精灵。今天的主题是玩游戏因为有趣啊。首先自我介绍，我是小精灵，英文昵称是 Little Jenny。小精灵这个名字是漫画家降龙取的，源自于格林童话。降龙老师觉得他只是跟朋友聊天，一回头什么事情都做好了。我就好像帮老爷爷做鞋子的小精灵一样，所以帮我取了小精灵的称号。这个是我在这里，就是小精灵的样子吧？不，我不是神灯精灵。虽然我平常会在部落格写一些文章，这个是远流出版社的读者部落格，我也会把文章发表在这里，这也是我。但总觉得除了写文章之外，还可以再多些什么东西这样，所以我来试试看用简报的方式来分享我的读书心得。这次的主题是玩游戏因为有趣啊，影片是用 iPad 录的，可能解析度不够好，我讲话可能也会有不通顺的问题，请各位多多包涵。这次分享的书目是《游戏设计的有趣理论》，这本书的原文第一版是2005年出版的，到现在才发现这本书，真是相见恨晚啊！我大概花了1天把中文的版看完，内容超赞的，现在它是我的爱书之一。这本书的作者是 Ralph Koster， 网络上还找到他10周年的演讲简报，内容还蛮有趣的哦。Ralph Koster 是相当资深的游戏设计师，擅长游戏产业的所有领域，是大师级的人物。他对于游戏独到的见解很值得我们这些玩游戏的玩家，或者是在职的游戏设计师阅读。现在来分享这本书一部分的精华内容给大家。大家玩过 Pokémon Go 吗？在台湾不止年轻人玩，还有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也在玩。Pokémon Go 是非常亲民的手机游戏，相信大家都抓到戴着侦探帽的皮卡丘了吧？各位有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玩游戏呢？ Ralph Koster 认为是因为游戏有趣，换句话说，有趣是游戏的必要条件。有趣的相反就是无聊。就玩家的心理而言，太难的游戏让我觉得无聊，太简单的游戏也会让我觉得无聊。有时如果我玩的刚好是自己擅长的游戏，我就能玩很久，并且取得惊人成绩，然后觉得无聊。光是同一个人玩游戏就有这么多种不同的心理状态了。男生和女生又因为喜爱的游戏类型不同，差异更大。游戏对玩家而言到底是什么呢？ Ralph Koster 在阅读有关大脑运作的书籍时找到了答案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大脑是如何运作的。人的大脑是非常饥渴的模式吞噬者，游戏对大脑来说是吃起来非常美味的模式。人脑是非常强大的模式比对机器，就算没有任何模式，我们也会设法看出模式，用假设的方式。人脑有很大一部分的功能是用来做脸部辨识的，并且用假设的方式让阻碍视野的鼻子变不见。大脑非常善于忽略不相关的事物。掌握了某种模式后，我们通常会开始觉得无聊，并且将这个模式图像化，也就是认知理论所说的组块。就像是每天早上上班时，你会先按掉闹钟，刷牙洗脸，穿衣服吃早餐，再出门上班。这一连串的动作清单已经被组块，变成每天的例行工作。你会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做完这一连串的活动，但其中的细节会被我们的大脑忽略，我们不用再思考每一个步骤的细节。事实上，所谓的思考，大部分也是将记忆拿来跟过去的经验做类型比对而已。当组块中的某项事物出现与预期中不同的行为时，我们就会大混乱，也可称之为大脑的噪音。这个比较像是我们排列好的清单或顺序被插入一个不相干的东西，整个顺序被中断了。因为与以往的经验不同，我们的大脑混乱了。当我们遇到噪音，并且找不出其中的模式时，我们会感到挫折并且放弃。但是，一旦我们在混乱中看出模式，我们就会满怀喜悦地追踪模式，并且在模式再次出现时觉得开心。建立新模式的方法，我们称之为练习。练习的越多，我们就能将模式组块，越不用思考自己的行动。
好，当我们的大脑认真的练习某些事物时，通常会做梦梦到与其相关的一切。大脑的直觉区块会将神经通路烧入进我们的大脑中，将我们掌握到的新模式转化为能够与已知事物合成一体的样貌。练习的最终目标是要将这些新模式转化成例行公事。这边引用一个新闻标题：史丹佛大学研究，小时候玩过宝可梦可能会重塑你的大脑，还会有一个专属的宝可梦区。这是发表在《Nature Human Behavior》的论文。史丹佛大学的研究指出，从小接触 Pokémon 的人，大脑的皮质区、视觉皮质区的部分会对 Pokémon 的图片有活化反应。换句话说，小时候玩 Game Boy 的 Pokémon 游戏时，玩游戏所掌握的模式已经烧入到大脑皮质中了。那么，电子游戏会对孩童大脑产生持久而且无用的影响吗？史丹佛大学教授不这么认为。参与这个实验的对象都有博士学位，而且他们都做得很好。所以，各位同学，玩游戏并不是一件坏事，我们可以变得更好，我们会变得更好才对。那么是什么把我们带向游戏呢？游戏到底是什么呢？对 Ralph Koster 而言，游戏相当真实，因为游戏刻画了这个世界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式。游戏具有独特性，我们可以把游戏看成等待大脑来咀嚼的集中数据块，因为这些数据块除了抽象之外，还具有代表性，所以很容易被人体吸收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可以将游戏当成强而有力的基础学习工具，有目标的学习新的模式。游戏就像是一个待解的谜团，像萨尔达传说旷野之息一样，整张地图的谜团等待我们去解决。另外，萨尔达传说旷野之息要开发续篇了，超级期待的。游戏的本质就是要让大脑活动，无法让大脑活动的游戏很容易让人觉得无聊。游戏都是有限的形式系统，如果你持续的玩这个游戏，最终你会掌握所有的可能性，因为所有的新模式都被你练习完了。当你掌握诀窍，或是理解没办法做得更好时，也就是这个游戏太难了，变成噪音时，游戏就会变得无聊了。几乎所有设计精密的游戏，最终都会走向这一步。我们玩游戏的目标就是要赢。当我们了解某个事物，或全盘掌握某项技能，感受到成功的时候，大脑会释放脑内啡，让我们感觉良好。基本上，我们大脑随时随地都在嗑药。游戏让我们学习新模式，而学习对于物种的生存极为重要，所以身体会给我们片刻的快乐作为奖励。游戏带给我们的快乐来自于掌握，来自于了解，是解决谜团的行为本身，让游戏变得有趣。通过游戏这个媒介，学习也会变成兴奋剂。好，玩家们会尽可能让这个游戏成为可预测的事物，因为他想赢。然而，这就代表游戏将会变得无聊，一切都不有趣了。好游戏应该是要让玩家持续学习，让玩家觉得无聊想放弃之前，教导玩家其内涵的所有事物。换句话说，所谓的游戏就是老师，有趣只是学习的另外一种说法。游戏教我们跳跃的时机，教我们如何瞄准射击，游戏教我们如何狩猎，游戏教我们如何扩大领土，取得力量或权力。游戏告诉你现实工作的样貌，游戏教你理解自己的方法，游戏教导你如何了解他人的行为，游戏教你如何想象。我们用游戏练习对现实人生的挑战。游戏设计师想要让游戏变得有趣，其实只是在跟人类大脑打一场不可能赢的战争，因为有趣仅在于游戏过程，而例行公事则是其最后的终点。游戏注定会变得无聊、机械化、容易作弊以及受人利用，而设计师唯一的责任就是要了解这个游戏要教玩家的究竟是什么，并且确保游戏真的能教导玩家这些事物。最后，既是游戏的荣耀之处，也是学习的根本问题。一旦你学会了，一切就结束了，你不用再学一遍。不过，游戏过关之后，真的就结束了，不用再学一遍吗？就萨尔达传说旷野之息这个游戏而言，在网络上很流行 speed run 的玩法，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某些目标。
大家在比速度这样子。除了 speed run 之外，玩 bug、恶搞、搞笑的玩法，甚至有玩家自己设定严苛的条件重玩游戏，像是一旦 game over 就从头开始玩，还有大家一起玩 bingo 的玩法啦。现在玩家除了完成游戏本身教导的过关条件之外，还自创很多种玩法。现在玩游戏的可能性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很多哦。以上只分享了书中一部分的精华内容，这本书还有很多很棒的内容值得阅读，推荐大家去翻阅这本书。最后，感谢各位听我这么久的简报，没有关掉影片。如果将来还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下段影片再见喽，拜。